真实与才华的共振，深度解析王嘉尔为何能成为无可替代的综艺之王。在当今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背景下，综艺节目层出不穷，明星嘉宾更是如过江之鲫。然而，能够在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，被观众由衷地冠以综艺之王称号的，却寥寥无几。王嘉尔之所以能获此殊荣，绝非依靠刻意的炒作营销，也不是依赖节目组精心编写的剧本加持，而是凭借他那份真实不做作的性格、超强的临场反应能力以及毫无偶像包袱的投入精神。他在多个综艺节目中自然流露出的独特魅力，不仅征服了观众，更重新定义了偶像参与综艺的标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标签，更是对他多年来在镜头前持续输出高质量表现的肯定。性格真实，自带效果，不完美的完美。王嘉尔在综艺中最大的优势，归根结底是真诚与接地气。在一个人设容易崩塌、明星习惯端着架子的娱乐圈，王嘉尔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，做真实的自己。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短板，甚至将这些短板转化为个人特色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早期的普通话。对于很多艺人来说，语言不标准可能会被视为瑕疵而刻意隐藏，但王嘉尔不同。他那混合着粤语腔调、英语语法和独特发音的王嘉尔式普通话，反而成了节目中的天然亮点。在拜托了冰箱中，他与何炅的互动之所以被观众誉为内娱综艺天花板，正是因为这种互动没有表演痕迹。他能接住何炅抛出的每一个梗，也能在不经意间制造出新的笑点，那种像老友聊天般的松弛感是演不出来的。在我看来，王嘉尔的这种真实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他打破了明星与普通人之间的壁垒。观众看综艺，本质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共鸣。当我们看到一个大明星也会因为说错话而不好意思，也会因为语言不通而闹笑话时，那种距离感瞬间消失了。他的不完美，恰恰构成了他最完美的人格魅力。这种效果不是挠痒痒式的硬斗，而是源于生活细节的自然流露，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与治愈。反应敏捷，控场能力强，混乱中的定海神针。如果说幽默是天赋，那么控场能力则是实力的体现。无论是奔跑吧中高强度的体力挑战，还是密室大逃脱里令人窒息的紧张解谜，王嘉尔总能迅速适应节奏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成为团队的定心丸。综艺录制现场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，突发状况频发，而王嘉尔的敏捷反应让他能够化险为夷。在密室大逃脱中，面对恐怖氛围，他虽然也会害怕，但更懂得如何调节气氛。他高喊团结，团结，团结的名场面，不仅缓解了队友的紧张情绪，还制造了极具传播度的记忆点，被节目组官方认证为嘴坦玩家。这种在压力下依然保持清醒头脑，并能带动团队情绪的能力，展现了他作为团队核心之一的领导力。这一部分最让我触动的是他的责任感。很多艺人在综艺里只顾着自己露脸，但王嘉尔时刻关注着团队的整体效果。在紧张或混乱的局面下，有一个人能站出来稳住局面，是给所有参与者最大的安全感。他的反应快，不仅仅是脑子转得快，更是因为他心里装着节目，装着队友。这种控场能力让他在任何一档综艺里都不会成为那个拖后腿的人，反而成为了节目质量的保障。这种靠谱的感觉比单纯的搞笑更让人信服。毫无偶像包袱，敢于自黑，放下身段的智慧。星号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很多明星上综艺最怕的就是崩人设，因此处处小心翼翼，生怕形象受损。但王嘉尔恰恰相反，他似乎从未有过偶像包袱这一说。他愿意扮丑、搞怪，甚至主动吃亏来成全节目效果。这种豁得出去的态度，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对综艺精神的深刻理解。比如在《放开我 baby》中，他不仅展现出细心照顾孩子的一面，还愿意穿上厚重的熊装逗乐嘉宾，完全不在乎镜头前的形象是否帅气。他深知综艺的本质是娱乐大众，如果为了维持高冷形象而让节目冷场，那才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。他的自黑不是自我贬低，而是一种自信的体现，因为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，才敢于展示自己滑稽的一面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难得。在这个人人都在经营完美朋友圈的时代，王嘉尔敢于在镜头前出丑，需要极大的勇气。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职业操守，既然上了综艺，就全心全意为节目服务，而不是把综艺当成个人写真集来拍。他的这种投入精神，让观众感受到了尊重。当我们看到偶像愿意为了逗笑孩子而扮成玩偶时，那种亲和力是任何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比拟的。这不仅是综艺感，更是一种人格上的豁达与通透。高情商与共情力并存，搞笑背后的温柔。
王嘉尔在综艺中不仅是一个搞笑担当，更是一个懂得照顾他人情绪的温暖存在。高情商不仅仅体现在会说话，更体现在会看脸色、会递台阶。他曾在节目中主动化解尴尬场面，当有嘉宾被冷落或情绪低落时，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，并巧妙地通过话题转移或肢体安慰来照顾对方。甚至在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，他会为现场的工作人员着想，感谢他们的付出。这些细节或许不会被全部剪辑进正片，但往往通过现场花絮或工作人员的生图流传出来，让他赢得了高情商偶像的口碑。他的搞笑是有温度的，不会建立在伤害他人的基础上，这是他与某些靠神丑或互撕博眼球的综艺嘉宾最大的区别。这一条是我认为王嘉尔最核心的竞争力。搞笑的人很多，但温柔的人很少。在综艺这个名利场，能够始终保持对他人的善意，不踩低捧高，不为了抢镜头而挤压别人的生存空间，这需要极高的修养。我每次看到他在角落里默默安慰失落的嘉宾，或者在结束时认真感谢工作人员，都会觉得这个人值得被长久的喜爱。他的共情力让他的幽默有了厚度，让观众在笑过之后，心里还能留下一丝暖意。这种温柔的力量，往往比喧闹的笑声更持久持续输出。作品与人格双重加持，时间见证的实力，从早期的韩国综艺 Roommate 2初露锋芒，到后来国内的嗨放派，王嘉尔几乎每档综艺都能留下经典名场面。他的综艺表现不是昙花一现的运气，而是长期稳定输出的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综艺地位并非空中楼阁，而是有坚实的作品作为背书。他在音乐、舞台上的硬核实力，让观众对他产生全能艺人的信任感。观众知道，他不仅仅是一个会搞笑的艺人，更是一个有才华的音乐人。这种主业过硬、副业出彩的状态，进一步巩固了综艺之王的地位。他没有因为综艺的火爆而荒废音乐，也没有因为专注音乐而敷衍综艺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建了他立体的公众形象。这一点让我看到了长期主义的价值。娱乐圈里红得快凉的也快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但王嘉尔用时间证明了自己。他的综艺感不是消耗品，而是随着阅历增长不断进化的能力。我觉得最可贵的是，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，音乐依然是他的根基，综艺是他与粉丝沟通的桥梁。这种平衡感非常难把握，但他做到了。观众对他的信任，不仅仅来自于他在节目里有多好笑，更来自于他在舞台上有多耀眼。这种双重加持，让他的综艺之王称号含金量十足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综上所述，王嘉尔之所以被称为综艺之王，是因为他将真实、智慧、勇气与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他不需要剧本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最好的剧情；他不需要炒作，因为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足以成为话题。在浮躁的娱乐环境中，王嘉尔像一股清流，用真诚打动了人心。回顾王嘉尔的综艺之路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真正的顶流不是靠数据堆砌出来的，而是靠一个个具体的、鲜活的瞬间积累起来的。王嘉尔的成功给行业带来了一个启示：观众并不笨，他们能分辨出什么是表演，什么是真心。未来，无论他是否继续活跃在综艺一线，他所留下的这些经典瞬间，以及他所传递的那份快乐与温暖，都将成为他演艺生涯中宝贵的财富。对于观众而言，能拥有这样一位既有趣又有料的艺人，无疑是一种幸运。